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打不过塔利班的美军，台智库呢却称能够同时打赢中俄两国，迷之自信何来？台湾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认为，全球大规模演习2021彰显了美国具备同时以中国大陆和俄罗斯进行两场大规模战争的能力。文章称呢，从8月2日至27日进行的2021全球大规模军演，兵力规模空前浩大，足以引起各方重视。台湾地区的分析员指出，美国在90年代曾经强调要建立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军事能力。到了21世纪初，随着中俄军事力量崛起，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美国已经无力同时面对两场大规模战争。那么这次大规模军演，它向中俄发出了什么样的信息？企图向世界表明，美军呢依然具备有能力同时应对多条战线的这么一个强烈信号。那么此次演习参演兵力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在美军主导下所采取的共同行动。美军呢透过这次演习的实施，演练了以同盟国之间的相互性和联合作战能力，也验证了采用新的战术战法和新技术的能力，企图呢通过这次演习来吓阻中国和俄罗斯。那么总之呢，台湾的智库发表的这个分析报告认为，美军进行的大规模作战2021演习呢非常厉害，它证明了美军可以同时打赢以中国和俄罗斯的两场战争。从演习情况看，美军的这次大规模军演跨越了17个时区，规模呢也是40年来最大的。演习的内容主要是彰显美国海军对下一场战争的理解，但是并不能因此而证明他有能力对付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军事大国。首先，这次演习的确是美国在向世界各国示强，但是总的参演军舰只有36艘，时区很大，17个时区，但是军舰只有36艘。那么这36艘，你就是集中在一个海域，也根本谈不上有能力应对中国和俄罗斯挑战。其次呢，美军在这次军演中还联合了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德国国家，以彰显他们的联合作战能力。但是真正到实际作战的时候，这些国家是否能够和美军一起形成合力，这是要打一个大问号的。最后呢，美军在这次大规模军演中呢，所展示的未来的海军作战样式，可以说目前依然在试验调试过程中。它包括所谓的分布式杀伤链、无人作战平台的使用等等。这些所谓的新能力、新方式，并不一定代表美军就能在局部战场上取得优势，特别是对于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取得优势，因为他们的战法、战术以及所采用的一些武器装备和技术，是否有效的能够在未来的战争中应用，这个恐怕现在还是处于不确定的阶段。实际上，美国现在的最大短板不是战术落后，而是它的全球部署导致其兵力分散。要想对付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美国就必须在某一个方向上获得绝对优势。如果没有绝对优势，这个仗它是不敢打的。那么，即使是集中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兵员，那么无论是对付俄罗斯还是对付中国，恐怕也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些兵力、兵器你部署在哪？怎么使用？你的后勤保障怎么办？都是必须面临和需要它解决的问题。如果在中国的南海、东海地区挑事儿，那么你的海空军的基地在哪里？如果靠近中国，
那么显然，这些基地的安全性是没办法保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大量的武器装备来对付他们这些固定目标，无论是机场还是港口。那么活动目标确实是不太好找到，也不太好对付，但是这些活动目标终归是要回到基地的。基地没了，军舰还好说，再跑远一点。飞机呢？飞机的航程是有限的。如果你想返回到这些基地，那么如果这些基地被消灭了，也就等于天上飞的所有飞行器，它回家的路就被掐断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还有多少军用飞机能够返回你的老巢？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此，要想和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展开规模空前的大规模对抗，美军就必须想好他的退路。如果退路被切断，最终他的下场可以说是非常清楚的。美国进行的这次大规模演习，它的目的主要是向他的盟友来证明自己依然是全球最强的作战力量。这样的最强作战力量展示给自己看，展示给盟友看，恐怕还可以。但是展示给对手看，是否能够达到恐吓的目的，我想这个美军也是心知肚明的。那么作为台湾岛上的智库，他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演习情况，不但不能做客观的分析，反而根据美军的宣传而做一些所谓自嗨式的评述。应该说，台湾这样的专家智库，他们的智商确实是相当可悲的。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